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2月27日，新华社发布了20届中央纪委4次全会工作报告的全文，这是中共1年1度的反腐总结。应该如何解读这个报告？大家都说反腐越反越多，具体情况是怎样的？习近平反腐的目的是什么？从他2012年上台到现在有什么变化？以后还会继续反下去吗？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美国加州克莱门特麦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敏欣。裴教授的研究方向是专制政权与威权体制的转型。他刚刚发表了一篇英文论文，题目是从肃清到管控，习近平反腐的近期转向。敏欣你好。你好袁丽。很多人都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就是习近平这个反腐越反越多。我比较了一下刚发布的中纪委报告和去年的报告，2023年的立案总件数是62.6万件，留置人数是2.6万，处分了61万人。到了2024年呢，就分别增加到87.7万、3.8万和88.9万。2023年批评教育、处分和追究刑事责任的总人次是172万人，到了2024年这个数字呢就上升到了215万人。还有其他，就比如说政治纪律处分啊、中管干部查处呀、行贿案件立案，反正有各种各样的项目，这些数字都是增长的。这还只是和去年相比。想问你一下，习近平上台是2012年，这12年间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反腐越反越多呢？衡量那个腐败的程度跟范围啊，对学者来讲是一个很难的一个挑战，因为最主要的就是说腐败行为是隐蔽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做这种违纪啊、违法的活动，所以这是一个难题。那么一般学者都是用2个指标来看，第一就是公众的感觉，通过民调，世界上这方面比较权威的就叫国际透明组织。我今天去查了一下，2012年中国176个国家排在80个，2024年呢180个国家排76，所以基本上没什么差。我对民调不太相信的，因为一般老百姓他根本就不接触官员，他怎么知道官员在腐败？他就是受媒体影响，媒体报得多，他就认为腐败厉害。另外一个指标就是说被整肃、被起诉、被调查、被处分的人数。有2种看法啊，一种就是人越多腐败越厉害，但另一种呢，这并不是说是那个腐败多，而是说他管得严了，就是抓得多，你就很难做一个判断。但是呢，有一点就是你每年啊，你没法做那个判断，因为它是近年严。但是你如果说是一个长期的10年，他每年要抓那么50-60万，那就说明是他并不是反腐的力度问题。它的确是个腐败程度问题。中共13年开始到现在，他13年是处分了18万，到了18年他处分了63万。那么这一段里面，你可以说他是那个反腐力度增强。但是从18年之后到现在，平均每年60万。那去年2020年那是超长的。如果说它是前3季度是差不多90万。每个季度是30万左右，如果后面3个月它还是30万的话，那就1.2个 million， 就是说120万，那是差不多是以前的1倍了。我的估计就是说，去年它是力度加强，因为它有它的政治考虑，但是在18年之后6年时间，那肯定是腐败的范围问题。那基本上说它越反越腐，这个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这个反腐越反越腐，是不是说明它就没有成效呢？因为照道理说应该越来越少，那为什么会越反越腐呢？中共它的那种反腐运动啊，是违背专业知识的。腐败如何治理啊？其实在学术界有很多很多的文献，人家都是说根治腐败啊，你不能通过反腐运动来反腐，不能因为反腐而反腐，那肯定是反不了腐。造成腐败的基本原因不外乎就这一些：第一，政府运作不够透明；第二，它没有公众监督，特别是通过媒体、通过民间团体；第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过多，特别是通过国有资产占有分配，通过各种各样的行政规章制度，这一些是经典的反腐的
政策工具。最基本的就是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对不对？对啊，根治肯定要通过一个，要让政府他管的范围少，他管的那一部分要大家监督。那么你看习近平过去12年，他做的基本上是相违背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多，对民间团体的打压、言论的管控越来越严，那就使得对腐败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理，所以出现这种越反越腐，我是一点都不感到奇怪。这次中纪委的报告第一部分是对2024年的回顾，其中第一条是学习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和重要精神，第二条是坚持做到2个维护，专门去查了这2个维护是什么，就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什么反腐报告一开始要强调对习近平的忠诚？这个表述从他上台到现在有什么变化？有很大的变化。我去查了一下，中共他总共出了5次那个所谓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江时代出了1次，在胡时代出了1次，当中那个表述从来不提江个人、胡个人。习第一次修改15年修改他也没提，他是到了18年修改，加了第1个维护，23年是加了第2个维护，1个维护还不够，加了2个维护。现在共产党他对自己党员管的最严的是政治纪律，就忠诚，所以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因为现在共产党的统治是很个人化的，或者个人色彩很浓的，加这些表述呢，就是现实的一种表现。那习近平或者是中共为什么要在8年内连续3次修改党的这个纪律法规呢？对，很怪。我在写你刚才讲那篇文章之前，我还没真正注意到，我对那个腐败是有长期的关注啊。那么我是很关注，就是每个官员被拿下、被处分的时候，他就许多那个罪状。那么最近呢，我一个感觉就是说，他什么政治罪名多了很多。那么我就去查了，一查发现，哎呀，怎么就是说15年他改是正常的，18年改是不正常的，23年改是更不正常。因为胡那个10年他就出了1次，他修改，就是说每一次呢，他作为那个就是新上了总归的改革，那么所谓与时俱进啊，他许多新的那个违纪记录，他的那个违纪行为放进去。我仔细看最大差别就是说，我特地数字啊，看那个条文啊，就是第一呢，就是说胡那个就是他从15年那个改啊，他是精简了许多廉洁的部分，财经纪律啊，工作纪律许多，他是精简了很多，大概砍掉差不多1半字，但他加了许多政治方面的政治纪律，他加了很多。你说是胡锦涛吗？没有，就是说习改胡，就是15年改03年，03年是那个就是说胡锦涛那时候他那个政治纪律啊，他只有关政治的方面，他才15条规定，到了那个15年呢，他加了那个3条18条，但是那个加了18条，加了3条，但他那个字数加了1000字啊，就是胡的时候才2000字，习的时候3000字，但内容加很多。到了18年就变成26条了，字呢稍微加一点点，但加的最多是2023年，他又加了2条，就是说胡的时候03年是15条，到了最新版本是28条，就是他那个记录，那个字是不得了，就是字也增加1倍啊，它是1900字，到现在是4200字左右。从这个来讲，他加的最多的修改最多的就是增加对党政治纪律方面的控制，就是说许多内容都是忠诚，就是不能那个妄议中央这一系列的。另外一个加呢，就是他是加了许多就是组织纪律，我看了一下，也是内容增加了1倍，从那个字数来讲增加了1倍。但是反过来讲，就是说他对廉洁纪律啊，就是说其他杂七杂八的跟那个官员的那个廉洁行为，他砍了很多。胡时候规定了有103条，他现在呢最新版本才只是61条。胡的时候那个字数是16000字，他现在才是8600字。为什么呀？好奇怪。我还没仔细看，但一点就是说，胡那时候管得很细，
就这方面廉洁方面，胡的时候是管得更比现在细多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反过来，在习的政治忠诚管得更严格，政治忠诚管得更严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吴国光教授最近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为什么习近平的反腐停不下来，甚至开始清洗自己的亲信。他认为呢，这是因为习近平的政策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呢，他要通过这种清洗来制造恐怖，压制潜在的挑战和批评。吴老师说，就是政策失误和清洗的恶性循环背后是习近平无法治愈的不安全感。当然这是我们的翻译了，是一篇英文的文章。想问一下，就是你同意不同意吴老师的这个说法呢？我基本同意，就是24年，就是为什么2020年会增加那么多，这不正常。但是你反过来讲呢，2024年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年，这是中国经济就是说持续低迷，就是干部当中积怨很多，就是那这时候就是说拿出那些政治纪律来，通过反腐来重振权威，那是很重要的一招。那么再有呢，你就看那个对干部那个处理啊，就是说他每年就是公布的那个中纪委公布那个数字里面，就是很有趣啊。他在那个18，你可以想，就是说习上来前5年，你可以设想他要清洗的都是不是自己的人。对。那么但是到了18年之后，上来的都基本上是他的人，那些人再要清洗就说不过去了。但是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呢，就是在18年之后啊，慢慢就是干部的清洗那个比例啊，整个处理上占的那个比例是越来越低。这就说明呢，18年之后他是一开始是不动自己的人了。从乡级干部也好，从那个县级干部也好，你说这个占的比例是占什么的比例呢？占那个干部那个比例越来越低了。就是说他被处理的那些干部，他一般就是说一年呢，就是干部被处理大概是占了35%左右。就是说整个被处理党员当中，干部是大概是1/3左右。好，就18年之后，所以呢，你现在再要处理那么多人，这就说不过去。从那个具体数字来讲啊，因为现在就是说，你看24年那个数字啊，就是很怪，因为它那个比例很高了，它一下子，我讲一个就是这么一个数字，我们等会讲，它23年县处级干部24000人被处理，但到了24年前3个月那就是35000人了。你如果说是根据整年的话，你还得加1万，差不多要加1倍呢。你不可能一年当中突然那个干部腐败增加了1倍，所以我想吴国光教授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那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一些关于反腐的通报新闻，有一些高频的用词，比如以前经常听到的是18大后人不收敛不收手，这2年听到一些新的用词，比如说妄议中央、私自阅读违禁出版物、对党不忠诚，这些措辞变化的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讲，他在就是15年修改、18年修改、23年修改，他加了许多政治纪律处分条例。以前不是，根本人家是不在乎的，就不是罪行，他也加进去；不是违纪的行为，他也加进去了。比如说，妄议中央这个字，03年是没有的，是15年加进去的。然后15年他又加了一条第52条啊，那政治纪律，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或者通过搞利益交换为自己营造声势等活动捞取政治资本。那你想，孙立军我就想起来了，好像就是这个。那你可以随便那个套上去啊。所以它有许许多多纪律的定义呢，很含糊，范围很广，使用起来可以得心应手。包括你刚才讲，就境外那个阅读违禁出版物，这个是最可笑的，好多人都有。对，以前没有啊，以前就是这个东西是新加的，以前呢只是携带。以前呢，我的认为就是说，你通过海关被抓住了，违反纪律，你说我现在在家里，人家看到那个违禁出版物，那
也是一个问题。它叫私自阅读违禁私自出版物阅读。我想就是怎么能一个是公开阅读呢？对，一个是他私自阅读，你怎么知道？一个什么叫对违禁出版物？我就特别想知道这个对违禁出版物是怎么回事儿。它当中没有规定，就是说什么定义那个违禁出版。最主要就是私自呢，我想是这样，就是他们肯定是去抄家的，抄家当中搜出来了，肯定还有呢是搜电脑、搜手机啊，它里面去查你是否上那个违禁网站去看。比如说听了不明白播客是吧？对啊，是啊，他如果有那个访问记录的话，那肯定是一个罪名啊。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刚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几十个小时的精心准备和制作，这需要阅读大量资料，花时间与采访对象沟通，只有这样才能问出好的问题，才可能进行有深度的对话。不明白播客会继续致力于制作高品质的新闻内容，让中国人听到深刻的思考、真实的情感，在这个灰暗不确定的年代，听到彼此心中的一点坚持。请大家继续支持不明白播客，让我们把这个事业长期的进行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捐赠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不明白.net 的捐赠页面。还有一种表述呢，也在增加，就是搞封建迷信活动。去年通报的那个案例，这方面就有不少，比如说贵州省委办公厅原副主任陈丽萍参加迷信活动，上海实业有限公司原总裁周军痴迷于搞迷信活动，还有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党委书记主任倪慧忠，工商银行原党委委员什么副行长张红丽，两个人的处分通报也都有类似的表述。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官员搞迷信？原因是什么？还有就是说他们怎么定义这个迷信？我先讲一下背景啊，就是也是从他3次修法。修那个纪律处分条例来说起。胡的时代呢，搞迷信活动，它是作为一个比较轻的东西，它不是算政治纪律，它是而且是放在一个对社会秩序有影响的，它就是一个搞迷信活动。但是到了15年修的那个版本里面呢，它就不一样了，搞迷信活动上升到违反政治纪律，就是性质更严重了。它有2个，一个是组织，那是很重的；第二是参加。那么根据这2个呢，就是说它一定是集体行为，它才把你作为一件事情来处理。但是呢，到了23年那个修法呢，个人搞也就是算了。他对那个搞迷信活动现在是看得比较重，性质不一样。第二呢，我以前还写过一篇就是官员搞迷信的一个学术论文，后来没有发表，所以我对这还是有一点研究。那么根据最新的，就是我这次写那个文章，我特地去看了一下，我还数了一下，大概在中管干部，就是省部级干部里面10%左右，在就是厅局级呢10%左右，那就是相对普遍现象。而且这是抓出来的人啊，他是公布的人，他没公布的，你根本就那个比例肯定是就是根据公布数字肯定是算低的，所以呢就是很普遍。那么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搞迷信啊？我是特地去查了一下，就是人类学他对那个搞迷信啊专门有研究，它是2个结论，就是在你对前途相当看不清楚的时候，英文叫 uncertainty， 你就是说迷茫的时候，迷茫的时候呢，你想说我要对前途有人为控制，那么我就要改变我周围那个环境。这时候就去找大师啊、风水啊、算命啊。我上次做那个研究里面呢，就是被抓的干部1/4都有大师，算命大师啊，各种各样的风水大师，风水大师、算命大师，所以1/4那很厉害啊。搞风水的1/3左右，还有呢，身上带那个就是救命符啊，就是护身符的比例也相当高。因为中共那个官员呢，我看了一下，他大部分是对自己的升迁是没有把握的。虽然我们说是中国是任人唯贤，他根本就不是任人唯贤，他有许多主观行为。那么我看了许多那种有关那个落马官员的描述啊，他们找那个就是算命大师什么，他就是算自己升迁，
这样呢，就是说是应验了我的一个预测，就是说他并不是说他真正相信了迷信，他是有很现实的一个，就是我对升迁发财当官没什么判断，那么我让大师来给我判一下，这是很普遍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再讲一个，有些故事真很好笑啊，那些官员级别很高的，叫黄兴国，前天津市长、代书记，他被抓了。我看他被抓里面他也搞迷信啊，然后他怎么搞迷信呢？就是天津那个市委那个大院呢有4扇门，那么他的那个大师跟他说呢，你那个门太多啊，好运气都逃走了。他所以下令呢把1扇门给关掉，结果弄得人家很不方便，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另外一个就是23年给搞下来的叫潍坊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刘玉啊，他是叫不信马列信鬼神，热衷迷信活动，官迷心窍，长期与政治骗子交往，企图交结大领导，搭天线抄近路，那就一看就是说他是要跟升迁有关的，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我想为什么搞风水之类，中共官员啊，他许多干的活不是人活啊，可以说，因为他就是压力很大，各种各样一刀切，就是一票否决。你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生活压力很大，工作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呢，你会寄托就是一个 supernatural， 一个超自然的这么一个力量。我认为在中共那个环境下，他就是一般那个官员参加迷信也好，搞迷信也好，就是说很能够理解的，对，心理上的一个寄托是吧？就是心理寄托，他也有，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报道，就是中共的官员很多人都是自杀的，是吧？得抑郁症，对啊，他们的心理压力肯定非常非常的大。对，我看了一个以前那个是比较就是老了。就是我在做上次那个论文，我做是差不多10年前做，看了一个调查，就是当然他那个数量比较少，是官员，他官员里面差不多有30%到40%，他会莫名其妙的感到恐惧。我想那肯定是、这不很正常吗？这个身家性命都不由自己做主，是主子做主。还有就是近几年呢，中纪委制作了不少的反腐专题片，比如说22年的《零容忍》，里面的很多细节传播的很广，比如说前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讲他多次接收小海鲜，就是每一盒的海鲜里面都会有30万美元的现金。除了中纪委的地方纪委也都有制作这种的专题片，就比如说四川纪委制作了南充市嘉陵区原副区长赵少雄案的片子，传播也非常广。其中有个细节呢，说他早年常利用晚上下班时间到歌舞厅打架子鼓赚钱，说他尝到权力变现的甜头后一发不可收拾，晚上再也不去打电子鼓了，一门心思经营权力。最后呢，这么一个副区长的受贿超过了1000万元。我就比较好奇，就是我其实还写过一篇专栏，专门写这个零容忍这个专题片，我们到时候也在这个 show notes 里面把这个链接发了上去。就是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说中共为什么不在乎抖露自己的家丑，而且呢要抖得这么细致，这么生动，可以说很生动，对，很生动。就是说对学者来讲，这是很珍贵的材料。对，记者也是一样，很珍贵材料。就我记得我以前写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那中纪委那个，你要就是说他许多原始调查资料你看不到，但是我们以前我看的最多的是他到法院去审判的时候，他会一笔一笔讲得很清楚，那么你就会看到就是他这个权钱交易了。你这个问题提出来，我想了很多，我想是这样啊。第一呢，就是共产党对那个官员腐败，他的那个定义呢，并不是说我制度不行，我那个党烂，而是呢，就是说那些人烂。那么他要把人妖魔化，那人妖魔化你一定要就是说细节啊，你不然的话你怎么说那种，而且要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要把这个坏人给他搞得是个真的坏人。对，企图通过这种就是宣传工具或手段呢，让人知道我们党呢把那些坏人给就是说挖出来了，把他们处理了，我党是干净的。至于是否真正就是说做到这一步，老百姓当然不会那么蠢了。
我觉得很多老百姓也是很相信的，都还是很津津乐道的。我记得那会儿那个小海鲜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我跟你讲袁丽啊，你要想中国老百姓他需要一定的娱乐啊，你不然的话他成天看那官方宣传片，但这个东西他就是说使他感到一种哎呀很新鲜。有一点啊，中国老百姓他对中国官员的生活他是根本就不知道的，因为他不透明嘛。通过反腐是很偶然的，或是这么一个很小的一个窗口，让他们知道那个官场里面是多么黑暗，所以大家的好奇心可以得到一定的满足。我是在看中纪委27号发的这个报告，他在这个里面他会说，就是一共有多少人被处理了，就是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的是基本上89万吧。然后他会说这个领域，就比如说金融领域是1.7万人，国有企业9.4万人，烟草系统3147人，医药领域6万人。我就是特别想知道，就是说您怎么看他会要把这个行业化，要把这些大的行业要给它列了出来呢？还有就是他这反映了他在这个反腐的 approach 这个方式方法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方法？中纪委比如说每年开会啊，他只要定一个就是明年工作计划。我是没有看他去年那个工作计划。如果说他去年说我们要在这几个领域行业重点抓，那么就是说他今年的报告里面把这些数字列出来，就是说明他抓了。但对就是学术研究来讲呢，这就是最讨厌的研究中国的呢，他成天变口径，就是你根本就你还不知道金融领域你到底报过哪些领域，他也不跟你讲。金融领域它有国企、国有企业，这两个是有什么重合的？有许许多的，比如说中国银行，它就 double counting， 它这两头都算。因为一般你要就是从数字上看，国家的行为，或者是那你一定要它统一口径要比较一致的。但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它经常换，所以我一般就不太看这种领域。我比较关注的呢，它不太会就是说改变厅局级啊，所以县处级啊，因为这一些是不太会改变的。那您前面就比如说我们前面说这个孙立军是这个副部级的是吧？副部级对，然后赵少雄是副处级，就是中共反腐这个不同级别的官员，他的占比是怎么样的呢？这些年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中国他那个在从习开始反腐，我看了一下啊，他基本上那个官员呢，他是有大老虎，就是说部级、副部级以上，那个是个数，那很少。就是在习的15年是最多90个人，但是到了后来啊，他从来没有超过，就去年是最多的，他也就是73个人，他最低跌到27个人。就是说这一最高级呢，他是动的人数相当少，因为他本来干部就比较少，而且呢，我认为最高那些人呢有两个，一个是他管得严，第二呢，他上面有许多人是保护得很好的。所以你如果说是谁的亲信，谁都不敢动你，所以这不能算数。那么就厅局级，这是中国的中层干部，他那个很稳定，一般他被处理的都是6%左右，虽然他那个绝对数量会稍微有点变动，就0.5到0.6，就0.5到0.6左右那厅局级。那么县处级呢，它是4%左右。下面的小喽啰就是草根干部呢，它是比较多，是30%到33%左右这一些。但是我们可以讲，就是说被处理的65%左右都是一般党员，而并不是干部。所以他真正处理那个干部，而且被处理干部当中稍微有点权力的，只是5%左右，那就是县处级跟那个厅局级的干部。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也比较好奇，就是一般党员他们手里面有很多的权利吗？有一个遗憾啊，就是说看这些很粗的数字啊，根本就不了解那个真正的违纪，你还得具体是什么？具体什么？因为它不公布，所以我们看到公布都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它那个就是样本啊，就是有偏差。那么其实最有价值的，还是要去看各地纪委。中纪委都是那个比较大的干部啊，一定要去到县纪委、市纪委去看一些普通党员。顺便讲一句，他对那些干部那么多人处理，但处理到底是怎么一个处理法？
因为我们一看，哎呦，处理那么多人，那监狱都关不下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90%都是党纪处理，不包括开除啊。那就是党内处分啊，党内什么严重警告啊之类的严重警告或者留党察看，这类呢就是重的党内处是10%左右，那么轻的处理80%左右，就是77、80左右，就是只是轻微处理啊，稍微调整职务啊。他就是比较重的，他以前是跟你讲得很清楚，怎么移送司法。那就很明显他要判刑了。他现在他弄了一个不能叫4种形态，第4种形态肯定是开除的。那么就是一般共产党呢，就是说你要送刑法之前先要开除，那么就是说送刑法的可能就很大了。那么我算了一下，就是从17年到现在，因为统计口径是17年开始，他差不多有51万人是4种形态，那就是我们是相当一部分人是送监狱了。这方面他不给你那个信息，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说51万，我们知道他肯定是被开除了，他有多少判刑我们不太清楚，那你只能是假设他如果说判刑当中有多少人是5年以上的，因为就是级别比较高的他判的比较重，那相一级的你根本不知道是他5年也是10年也好。所以呢，我算了一下比较保守的估计，我想20几万党员干部在过去8年当中是被送进监狱了。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啊，因为中国在监狱的那个人数也就160万，你如果是20万的话，那就是差不多是12%，12.5%，对，这也太可怕了。我也和我在国内的朋友，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基层的官员，也有时候也会聊天，他们也会，其实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吧，哪怕在北京的一些官员，他们或者就是觉得自己特别累，然后现在呢，还有这个工资也在减少，然后活再多，因为他们很多的原来的这种合同工啊、临时工都被没有钱了，地方政府没钱了就纪律45条组织纪律，差不多有7000字左右的那个把你给绑在那里还不那个胆战心惊。然后我看他们这个中纪委的这个报告里面，他说的这些话也是让人听的就有点毛骨悚然啊，就说加强嵌入式监督、穿透式检视、立体式研判，你就觉得就是把你要放在显微镜下，想要怎么看就怎么看，就是你的每一个毛孔都可以被看得清清楚楚，就是这种感觉，是吧？这就是习近平一直讲嘛，叫从严治党，这就是从严治党的那个具体表现。就是反腐的主要目的大致有2个吧，一个就是要更清廉，是吧？一个是要更忠诚。你觉得习近平这2个目的达到了吗？他反腐实际上导致了哪些后果？未来呢，可能是什么样的走向？根据就是官方数字来看呢，他2个目的一个都没达到。为什么？从清廉那个角度来讲，每年60多万人被处分，这肯定不是一个成功的表现。那么我一开始也去讲，因为他整个反腐的路子不对。他如果说真正根据那个世界经验去反腐，那过去12年的成果就跟现在就完全会不一样。那么如果是忠诚呢，我更怀疑，因为忠诚是可以装的。特有趣啊，那个修改，他特地加了一条罪，叫对党不忠诚。以前没有吗？以前没有，就是而且你现在看那个，就是说大部分被处分的官员都是对党不忠诚，做2面人。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原来中央网信办的这个主任卢伟，是吧？他的那个问题被宣布的时候就是这种的，他说卢伟身为党的高级干部，思想信念缺失，毫无党性原则，对党中央极端不忠诚，对4个议事各个节无6大纪律，项项违反，是典型的2面人。什么？反正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个通报吧，因为卢伟的这个通报就是说的有一些类似骂人的话，而且这个罪呢就是各种的全方位的，从思想意识上到这个实际上的受贿了什么的之类的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就我觉得挺能说明就是您前面说的这种好些的，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文本。2018年修改那个处分条例的时候，他加了就51条，就是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搞2面派，
做两面人。那你想，他虽然设立这么一条罪名，只是事后才知道你是在做那个两面人，所以说对党忠诚这东西完全是可以装的。对，他也没有说什么样的表现是对党忠诚，什么样的表现是对党不忠诚，是吧？你作为一个人，你没有办法知道你的行为是应该有哪些具体的规范，是构成了你不忠诚或者是忠诚。对，你平时表现越忠诚，可能就对党越不忠诚，因为欺骗党啊。这不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吗？你如果说是真正对党忠诚，提出批评意见，那就是对党不忠诚啊。那您觉得习近平反腐最后的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还有他以后可能会怎么样？是会永远的这个反腐就是一个常态化吗？我想还是从清廉跟整个党的运作、政治生态来看。从清廉讲，我想他如果说没有真正的反腐措施，那肯定腐败会继续下去。那么这样呢，对他并不是说没有那个好处，因为你如果说所谓屁股上不干净，那你就把柄可以被他给抓。但是就是更麻烦的呢，恐怕就是整个官僚体制运作是越来越不正常，因为大家都怕了嘛，他是条条规矩很多，而且许许多多的新设的纪律，莫名其妙的。我跟你讲几句啊，我看了我都是那个愣了，都是叫什么破坏部门政治生态，我想怎么弄啊？还有什么叫搞政治攀腐？我想搞政治攀腐，我对那个领导好一点，是否是政治攀腐啊？不许拍马屁，不许拍马屁啊！还要呢，就是说不能搞政绩工程。那什么叫政绩工程？让我们知道。还有呢，就是说结交政治骗子。我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政治骗子？骗子多得不得了。就是说，这种就是从严治党呢，把人给管死，把党给管死。我想现在出现经济低迷啊，也可能就是国光教授以前讲过，他就是弱者的反抗。他就是一个躺平了吗？因为他没办法，因为他现在躺平，你对他没办法，躺就是不作为。他现在也有了。那你想，左不是右不是上不是下不是，那总归来说，他这套办法治党还是无效的。就是我比较好奇，我们前面也说过，中国这些很多的干部吧，他们就有一点这种生不如死，或者是整天战战兢兢，要去迷信、抑郁，甚至自杀各方面的这种。但是另一方面呢，中国的这些干部，他们又在这个民众的心目中，就是他们的形象，公众形象是非常差的，就是他们非常蛮横啊、腐败呀、不干事儿呀。我想知道，就是您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我们应该去怎么看这个中共的干部？第一点，我认为那个中共那个干部在里面呢，你说他笨什么，他都很聪明，他很理性，他的所有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当然，那个就是说，你会一个坏的制度会吸引许多坏的人，就是说道德底线很低的人，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就是说，他在里面那些一系列那个行为，他就是很理性的，因为他做许多东西，他如果说不欺上瞒下，不欺压老百姓，不贪腐，他没办法升上去。我以前特别去做过一个买官卖官的一个研究，从开发商那里、房地产老板那里拿钱，他当然自己能用一遍，他最主要是拿那个钱再去买上面那个官，然后他上面那个官呢，也是通过这个方式，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我们都能很解释他们的那个行为。就我一方面就对他们感到并不同情，我能理解，我能懂。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但是呢，我又感到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事情，因为这说明呢，就是在中国这帮人，你如果说让他离开那个体制，他不可能不成功，因为从智商来讲，从刻苦角度来讲，他们都是很好，许多那个当官的都大学都是名校，前那个都比较成功的人，那就是说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体制当中，坏人更坏。好人也变坏人，这就是一个悲剧。我再问你一下，就说习近平的这个反腐，他要接下来是要常态化吗？他必须要常态化吗？是不得不做的事吗？他必须常态化，他没办法，因为他现在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如果说他这种高压手段不持续，那么反对声音肯定会越来越多。但是呢，他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现在这个边际效应越来越低，因为官员都会适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真想他以后怎么做，就是现在已经是12年、13年，他不得不要把那个就是1年
的那个被处分官员那么多给弄，那他如果再待几年怎么办呢？所以这是他我是看不出他有任何其他那个招数。反腐来说，可以说是走进死胡同。走进死胡同，但这个胡同还很长吗？不，他死胡同，他可以在那个南墙，在那里不走啊，他就在那里，就可以说是一个微弱的均衡吧。我们看到就是说，很多的官员被处分，民众不满情绪照样增加，作为中央领导的个人安全感、政治安全感也比较低，所以这一种就是说大家都很不满意的这么一种情况。那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3本书或者是影视作品。对，我呢就想推荐一个李慎之自述文集很棒很厚，因为李慎之是我很尊重的这么一个学者，他已经走了，但是他记录了就是他当年那个经历。那么另外一本书呢，由于现在美国出现那个事情，我特地去看了那个德国当初就是30年代希特勒上台之后，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 就是讲那个德国人在33年到45年的那个书，那本书很棒。我跟您 double check 一下，这个李慎之口述往事是吧？在日本刚出的这本书，25年1月。我很喜欢看 YouTube 上面一个 channel 叫 Perspectives， 它完全是讲艺术的普及，它里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人讲那个音乐也好，讲绘画也好，质量特别高。如果听众对西方艺术、音乐感兴趣，那是一个很值得看的这么一个频道。这个很好，我们现在需要这样子的推荐，还是大家需要有一些 distraction 去看一看，去享受我们人类的文明。谢谢敏欣，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